这把键盘的屏幕下面可以说是大有乾坤的。在我手里的键盘是途格 T90， 在之前我们频道有给大家推荐过途格 T9。那相比途格 T9 而言，这把键盘的一大特色就是右上角的这个小组件了。那这个小组件包含了屏幕、音量旋钮，还有键盘状态指示灯。当你把这个小组件拆下来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内藏非常多的惊喜啊！不喜欢小组件没关系，你可以插4个轴进去。怕没有键帽啊，没关系，真无键帽途格直接送你。怕没有状态指示灯也没关系，键盘上还有一组状态指示灯。想要旋钮又不喜欢屏幕没关系，你可以选配最多2个旋钮。键盘的配列相比途格 T9 又有了些许的变化，右 Shift 键的长度缩短了，右边的 ALT 键没了， F 区变成紧凑排布了，增加了计算器键，使用当下流行的2U0配列。如果你有大量输入数字的需求，2倍长度的0会给你更好的输入手感。键盘上可以安装磁吸式名牌，你当然可以把名牌摘了，放点支持磁吸的小手办。那因为磁吸式名牌的位置调整到了键盘的第一排，放点体型更大的手办也不会影响你的日常输入了。键盘的内部用料也可以说是诚意满满，甚至我觉得都有点诚意过剩。那键盘带有7500毫安时的电池，电池还是途格定制的，寿命更长，更加耐用。可以选配黑心橙金定位板。定位板和键盘上盖上预留了螺丝孔位，可以把键盘改装成 TOP 结构。选择 PC 材质的定位板，还可以改装成船壳结构。高配版途格 T90 使用了井上 Polo 棉，井上的 Polo 棉相比国产的 Polo 棉来说，不怕长时间的挤压，能长时间的保持键盘的打字手感，就是成本会更高。键盘的上盖也更厚，更耐弯折，卫星轴的钢丝也做了镀金处理，抗腐蚀性得到了提升。另外，这是一把途格的键盘依然可以进行全方位的定制。背板想要什么样的图案可以定制，觉得名牌丑，名牌上的图案也可以定制，键帽可以定制，手托可以定制，定位板用什么样的材质你也可以选，甚至不喜欢 Gasky 结构，官方也能帮你换。如果你的老板想要给整个公司都换键盘，建议你把我的视频转发给他。最后，我和屏幕前的大家一样，都会害怕键盘的首发存在翻车的问题，但是途格 T90 这把键盘是不存在这把问题的。键盘正式发售之前，有邀请小部分核心用户测试键盘，途格老板也自己开直播，对键盘的卖点进行解释宣传。无论博主有多大牌，都是在首发用户之后才拿到的键盘。现在打开各大电商平台，你就能看到更加接近真实的产品评价。在这点上，我是非常敬佩他们的。键盘的其他参数，这边也给大家简单的报一下。那3模兼容 Mac 系统， 2.4G 接收器收纳仓， Hub 2段式脚撑都有。那键盘带有驱动，驱动可以通过 2.4G 模式进行连接。键盘也支持音乐律动，而且是支持 2.4G 模式下的音乐律动，据称已经解决了延迟问题。那无线连接唤醒键盘不吞字，想要拿来打游戏的朋友也可以联系客服索要低延迟固件。那为了预算不足的兄弟们，途格 T90 还有标准版，相比高配版使用的是国产的 Polo 泡棉，卫星轴不再使用镀金钢丝，附赠的数据线也不再是这种面条线，但是足以满足绝大多数的用户需求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在选购标准版的时候，因为电商平台的限制，你会发现只能选择贵的轴体。如果想要选配途格的自主轴，可以联系客服进行改价，也不需要你再动手装轴装键帽了。就这几天的使用体验来说，我也想提3点建议。那第一个就是键盘的纸质说明书当中没有屏幕的操作说明。那不过应该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电子版的说明书就已经补充好了相关的内容。第二个就是因为键盘的屏幕是立式的，屏幕正好处于书桌光源的阴影之中，看上去比较暗。我完全能够理解小组件的体积和形态，这做得非常好，就是屏幕的默认亮度再亮那么一点点就好了。第三个就是想要更换键盘上的小组件，就必须要拆上盖。增加这项限制是官方希望减少小组件针脚被折弯的概率。那官方也承诺，拆卸上盖造成的划痕是不会影响键盘的保修政策的。如果后续的新品能够使用螺丝来固定上下盖，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。
做个总结，途格 T90 机械键盘，你如果要和市面上的这些热销流量键盘去比价格，那肯定是不占优的。但是在同样价格之内比内部用料，你又很难找到对手。途格老板做键盘的心态也是非常有意思，大家总喜欢叫途格的老板叫丙老板，因为视频时长篇幅有限。那我有一些对这把键盘的思考，很想分享给大家。如果大家想听啊，评论区留个言，